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主持人 Wendy。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我的同事，未来资本的合伙人管宇凡博士。他刚刚在美国硅谷待了一段时间，和很多前沿科技和投资领域的大咖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所以也带着亲身感受和一手的信息，和大家来一起聊聊对中美投资风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好的，欢迎管博。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想给想创业、想找钱和想找生意的机会的朋友们一些思路。所以说，第一个想要问到您的问题是关于共性的，那就是2025年我们的 VC 投资人都在看的领域有哪些？除了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AI 还有机器人这些大家感知都很强的赛道之外，还有哪些是我们的投资人都在重点关注的呢？大家好，我是未来资本的管宇凡。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2025年 VC 都在看什么？就现在大家感觉可能都是，这整个世界都是 AI，都被 AI 的这股龙卷风给卷进去了，好像除了 AI 什么都不剩但是你如果有机会站在 AI 的这个龙卷风的风眼的时候，就像我过去2个月可能在硅谷的一些感受一样，你会发现其实最聪明的钱正在利用 AI 这股不可阻挡飓风，去寻找那些可能更可靠、更稳定的这些价值大陆。所以我先说我的结论除了 AI， 我认为目前2025年全球顶级的这些 VC 正在重仓3大方向。第一个呢，就是为 AI 提供物理世界基础的那些硬科技，也就是说 A16Z 等那些顶级机构提出的这个美国活力American Dynamism。第二呢，就是那些可以不受短期政策影响，且具有清晰投资回报的务实的气候科技。第三呢，就是为那些下一代互联网的构建产权基础的去中心化技术和创造者经济。对，管博纳能给我们具体说说这3种的这个分类的后面的内涵吗？然后帮助我们的这个听友更深刻的理解一下您说的这样3个方向。就是在我刚提到的这个背景下面，我们看一看这些聪明的钱具体在布局什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美国活力它的核心呢就是关注那些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硬核科技问题，这标志着其实硅谷投资学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过去硅谷其实信奉的是软件就是世界，但现在大家发现 AI 这个看似相对来说是一个软件的一个现象，却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芯片和供应链提出了非常高的这个要求。所以就说我刚提到硅谷的这个投资哲学正在从软件就是世界到软件需要世界的一个深刻的回归。AI 这个可能最聪明的大脑，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强壮的身体，那就是能源、制造和物理空间这些硬科技。具体来说，比如说能源领域，因为 AI 数据中心的能源激增，下一代的核能，包括了核聚变以及 SMR 这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突然从一个非常遥远的科幻概念，变成了需要去解决眼前危机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务实的选择，也成了 VC 关注的一个焦点。再比如说航空航天技术 ，SpaceX 可回收火箭技术正把就是进入太空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为全新的这个太空的商业模式打开了大门。这本质上其实是风险投资从纯粹的投资比特，向同时投资物理世界问题的原子战略的新的回归。第二点，我们看一下我刚刚提到这个气候科技这个领域呢，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过去几年，大家谈气候科技，大家可能听到的更多的这个词就是 ESG 但现在这个驱动力变了，最大的驱动力恰恰又是 AI 数据中心带来的巨大能源的缺口和电网现代化的这个迫切的需求。同时，大家也意识到像美国通胀法案就是 IIA 这样的政策，短期内可能会有波动，所以投资者开始转向那些可以不受短期政策影响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补贴，即使短期内没有补贴，在经济上也能成立的一些商业模式。所以您刚才说是叫这个务实的气候科技是吗？所以务实指的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可以不受短期政策的影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即使没有补贴，在经济上也能自我成立的这个商业模式。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能够提升现在电网输电效率的这些软件和传感器技术能够帮助企业量化碳足迹的这些 SaaS 工具能够进行降低能效比如说利用余热回收这些能为客户带来非常清晰的直接
的这些成本的节约，以及这个比如说 capex 的投入的减少的这些方案他们的商业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也能够抵御这个政策周期的这个影响。对，明白。刚才没有讲完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第3点，就是包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未来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去中心化的社交和创作者经济，他们很多呢其实是 AI 的一些终端的应用。它最大的痛点呢，就是创造者被平台的算法和规则所绑架，而去中心化协议正好为下一代更公平的创造者经济提供了基础的产权层。未来创造者将可以把自己的粉丝无缝带到任何一个应用中，这为解锁更直接、更强大的商业模式也提供了一个基础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火热的一些领域比如说生物科技包括长寿科技和脑机接口。不过就是我们今天不重点展开了，我们目前更关注的可能还是支撑整个数字和物理世界运转的基础设施层面的变革。总的来说呢，就是2025年的这个投资版图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AI 是那颗引力最强的恒星正是因为有它的存在，才使得周围的这个行星系，包括了硬科技、新能效、新网络，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和价值。那当这个很多美国的这个 VC 在压住您刚才说的这个 AI 硬科技务实的这个气候科技然后去中心化的创作经济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很好奇说中国的 VC 在关注些什么呢？毕竟这2年就是我们国内说这个新质生产力或者讲国产替代这些声音都很强，然后呢中美作为全球2大的科技投资市场会不会已经走上了2条完全不同的这个路径呢？那我们想这个跟您聊一聊，说这个中美投资在我们的核心的方向的这个差异上到底是什么？对，我刚从美国回来，这个感受还是非常的强烈的如果说把中美科技圈比作成2个正在高速运转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话，那他们目前的这个底层的代码和目标函数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了。我觉得这不是说版本升级的这个差异，而是类似于 Windows 和 iOS 2个根本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这个差异。我们先看一组宏观数据我觉得还是挺有冲击力的。2025年上半年，得益于 AI 领域的这个巨额交易，美国 VC 的融资金额同比激增了 75%， 相比之下，中国的融资金额同比骤降了 38%。整个亚洲的 VC 的投资额甚至降到了10年来的最低点。其次呢，就是这个钱的来源不同。在美国，资金主要来自于私有的 VC 企业投资的 CVC 以及 PE 基金；而在中国，国家引导的产业基金已经和市场化的 VC 平分秋色，甚至占据了主导。由于钱的来源不同，所以它的投向自然也大相径庭。在美国，资本追逐的可能目前是 AI 的基础设施、企业级的 SaaS、网络安全，以及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可能包括国防航天能源为代表的这些美国火力的赛道。而在中国，投资主题可能就高度的聚焦于新质生产力，比如说半导体的自主可控、关键领域的国产替代和先进制造。而这一切差异的背后呢，就是最根本的战略驱动力的不同。美国 VC 的这个指挥棒是市场驱动的这个技术颠覆，目标呢是打造下一个全球性的平台公司；而在中国呢，指挥棒可能是国家战略，核心目标呢是保障国家安全，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自给自足。聊完了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2种模式的这个内在机理美国的模式我认为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一个飞轮。这个生态的核心呢，就是深厚的资本市场和强大的这个创业文化，鼓励大胆的企业家去创建面向全球的传奇公司。这个飞轮就是这么转动的。首先VC 投资那些高风险高潜力的初创企业比如说企业软件服务业然后呢，成功的公司呢，可以通过 IPO 或者并购呢进行退出，为创业者早期员工和投资人都带来巨大的回报。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投资的飞轮，其实要去推动企业家的这个造更大更美的这个美国的梦，是吗？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说这些成功的退出的个体随后很多人都会成为新一代的天使投资人，他们带回了资本，也带回来非常宝贵的深厚的这些经验，为后续的这些创业公司提供这个资金和指导所以这个资本、人才和经验的不断的循环的飞轮，是美国 VC 生态系统韧性的一个关键。大树它会为新的这些新一代的树苗带来了养分让整个的生态系统生生不息。对，
而中国的模式呢，您刚才提到是中国产业工具，那这个产业工具是要用来这个做哪些呢？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中国的模式其实和美国的模式有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投资的重点呢已经非常明确的转向了硬科技和建立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所以对于中国的这些投资企业来说呢，就是说除了对于考察市场产品技术的能力之外呢，可能你还要去评估这个产品在中国这样一特殊的一个环境下面的一个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它驾驭政策的这个风险能力。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一个方式是在造梦，一个方式是在筑盾，这两种模式其实没有特别绝对的好坏之分，因为他们只是在不同的这个宏观环境下面，为了实现不同的目标而演化出的不同的生存策略。那在不同的生存策略下面，作为我们的作为我们 VC 投资人，如何能够利用好这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从中去为我们的投资人去带来更大的这个财务回报，那是我们每一个投资人的一个必修课。谢谢管博说的这个非常好。那这个我感觉有意思的是说您刚才提到说，不管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造梦，还是中国的这个筑盾，其实谁都不想错过现在的这场的这个技术的这个革命。但虽然是在这个整体的投资逻辑和市场背景还是有差异的这个情况下，那回到我们 AI 的这个赛道里面，中美的 VC 的打法会不会也是天差地别的呢？对，我觉得中国和美国都在重点布局 AI 赛道如果把 AI 比作一场军备竞赛的话，那两边的这个建军思路和这个打法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我在硅谷看到的就是一场用资本和算力堆出来一个暴力美学。在国内呢，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有限的资源下面被逼出来一种精巧创新。就简单说，在 AI 赛道中美的我觉得差异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第一个，在底层的基础设施上面，美国是凭借绝对的资本优势，用暴力美学在堆算力、堆参数，追求性能的极限。而中国是在外部约束下面，被迫在算法和能效上面进行一些约束性的创新。在上层应用上面，美国聚焦于为这些白领赋能的企业生产力革命，而中国聚焦于为工厂赋能的产业升级革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就基础设施层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算力这里的差距其实是非常惊人的预计2025年，美国的4大科技巨头亚马逊、谷歌、微软、Meta， 他们的资本支出将达到超过3000亿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大厂，包括阿里、百度、字节、腾讯等等所有加起来投入的6倍左右。那么多？对，这些钱大部分是用来就是说建数据中心买 CPU 买芯片的了。所以这个暴力美学的这个暴力跟这个钱多也是有关系的，对吧？对，你只有这么多的钱，你才能去产生这样的暴力所以这种巨大的资本投入呢，使得美国可以采用一种我刚提到暴力美学去发展 AI， 就是用海量算力不断把模型往大了做，用规模去换性能。但相比之下呢，因为中国在获取最先进的芯片方面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限制，这也成了我们发展道路上最大的这个外部约束。但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这种是一个双刃剑，这种约束其实同时也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进化压力，它迫使中国的企业在有限的这个硬件条件下面，在算法和效率能效上面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这个创新这才能保持竞争力。我举个例子就说就像两支车队，有一支车队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发动机，所以他们只要把车造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就行了。而另一支车队呢，可能由于它的发动机功率受限，所以他们被迫要去发展空气动力学、轻量化和燃油效率，这样才能在比赛中去跟上对方。这种约束下的创新可能会导致未来 AI 市场可能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这个分化。美国就是凭借着无与伦比的算力继续推出这种性能非常强的这种旗舰型的这个模型，占据技术制高点，而中国可能在成本效益、能源效率以及特定的场景的专业化模型上面取得领先，为这些足够好的细分的应用场景开发出最具经济性的这个解决方案。对，那个我刚才听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像美国它可能是更聚焦是
白领的这个生产力的这个革命然后中国呢则更聚焦于一些这个产业升级或者是工业革命上AI 的这个赋能。那在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场景下的这个具体区别是什么？在美国 VC 投资重点其实是企业级的 AI， 也就是所谓的 Enterprise AI。资本其实正大规模的流向为每一个白领工作者配备这个 AI Copilot， 以及针对金融、医疗、法律这些知识密集型的行业的垂类解决方案。它的核心目标其实就是把 AI 嵌入到现有的这个工作流程当中，去提高知识工作者的这个生产力。这其实也反映出了美国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服务业为主的这么一个经济体的一个现实需求。但在中国呢，其实这个投资重点就和政府推动的这个产业升级目标其实是高度一致的。政府推出了这 AI 加的这个行动计划，旨在推动 AI 在包括制造业电动汽车医疗等这些实体经济领域的这些深度应用。因此 AI 的目标可能更多的这个涵盖了包括安全监控自动驾驶以及用于制造业的这些机器人技术。这同样反映出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这个经济结构所以这种应用层面的这个分化呢，会带来更深远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发展非常依赖于数据，但数据飞轮你两个不同的这个场景累积也会很不一样了。对，您说的非常对，就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会累积出完全不同的这个数据资产，从而形成不同的数据护城河。美国公司可能会在企业工作流和商业数据中建立起他们的优势，而中国公司就可能在工业流程数据供应链数据上建立优势。所以未来 AI 的专业能力可能会因此而带上非常鲜明的这个地域烙印。我感觉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观点。那因为我们聊了一些这个关于这个 AI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聊 AI 不聊这个机器人，好像这个也有点差点意思。那因为是这个最近我也听了很多的这个观点，包括我们上次内部分享的时候也讲到说，就是在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这个中国 VC 的这个热情看上去是要明显高于这个美国的。那很多人也讲说，他觉得说机器人现在好像已经是一片这个红海了，因为国内的这个创业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那我想替听友问这个管博一个问题如果是首先您同不同意说已经卷成了红海？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说还有一些想要入局的这个创业者，他还会有一些这个机会吗？会不会还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垂类或者是方向是可以作为这个创业的方向或者是重点的呢？我觉得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结构分化的一个市场，找对位置了就是蓝海找错了可能就是红海，就会去当炮灰。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说去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机器人，而在于说需要造一个第一个能够解决特定问题的机器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整个市场，中国其实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工业机器人的市场。有一个数据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占全球的1半以上制造业的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这个密度其实已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所以所谓的红海主要是在我刚刚提到这个红海其实主要是在包括汽车制造这些相对来说技术成熟标准化的这些领域。在这里呢，这些传统的4大家族的机器人凭借着他们的技术积累、品牌优势，其实已经占领了超过70%以上的市场。也就工业自动化或者机器人化的这个程度已经非常高了，这些场景里面。对，在这里你如果想你的目标是造一个比他们更好的一个通用型的6轴机械臂的机器人，去跟那些国际巨头去正面竞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呢，我们可能看到在一些细分赛道和细分场景里面，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有几个趋势比如说农业，现在其实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水果可能就烂在树上，就没有人摘那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开发出一些专门采摘水果的机器人，精准喷洒的一些机器人，核心呢就是用这些 AI 视觉去适应那些非结构化的这个环境。在商业模式上呢，你也会去带来一些更多的创新。你不可能指望着一个农民伯伯去买一次性花几十万去买一个机器人，所以可能是租的，对对对 Robot as a Service， 对 Robot as a Service 就是 RaaS 模式，租赁模式可能会更有市场。类似呢，还有像比如说建筑业，比如说砌砖高空焊机这些活可能现在也没有年轻人愿意去接那些老师傅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替代人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但是又有高风险
的这些专用机器人，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需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蓝海市场，可能就是服务型机器人，这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可能都是息息相关的。最典型的一个领域可能就是养老护理大家都知道，中国正在快速的老龄化，专业的护工呢其实非常的短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刚需。所以能够提供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甚至用外骨骼去帮助老人行动的这些机器人，市场可能都是万亿级别的。对，当然所以就等我们俩有一天年纪大了，应该是可以用上这个养老型的机器人。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对。我前两天这个跟一个朋友聊，他们说这个反正是开玩笑的，这个时候他说这个养老型的这个机器人当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个功能是说要会打麻将，还会打掼蛋。对，对，最后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机会就是说除了大家去做那些本体机器人外，可能也可以去做一些卖铲子的生意，也就是说在攻克那些关键的核心零配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零配件，比如高精度的减速器伺服系统控制器其实都高度依赖于进口，而这些机器人这些产品可能是占据了这个机器人成本的大头，所以任何一家创业公司如果能在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当中实现高质量的这个国产替代，那它面对的就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机器人市场这不仅是巨大的这个商业机会，其实也是符合目前国家所说的这个自给自足的这个战略方向。所以综上呢，我觉得这些蓝海市场的这个共同点呢，其实并不纯粹全是由技术驱动的而是由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实际的社会问题所驱动的，包括这个人口的老龄化食品安全还有产业安全。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投资人来讲呢，在评估这些蓝海领域的集成创业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团队我们除了要去关注那些他们本身的这些技术背景以外，其实我们更要关注团队对于特定问题的 know how 的这个理解，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一个他们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场景里面有足够多的经验积累，他们是不是真的理解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不是能够拿出真实的这个解决方案他们对于这个真实需求的理解，还是说他们只是待在实验室里臆想出来这个需求，其实对于这个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对，您刚才说的也是就是要找到这个蓝海的这个秘诀，还是可能要先找到这个社会的这个痛点。因为我们刚才这个聊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然后也聊到了这个机器人，那就包括是我们这个智能的这个电动车这些未来对算力的这个需求，我想肯定是越来越高的。那您刚才也讲到说，如果是我们这个要有大规模的这个算力，就会有更高的这个能源的这个需求。那您怎么去看待说这个您现在关注的这个能源领域的一些未来的这个投资机会呢？包括您今年其实在西班牙还有新加坡都参加了以 Clean Tech 为主题的一些国际的这个会议，那其他的投资人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呢？对，其实我和非常多的这个包括AI 加能源的创始人以及投资人交流，其实聊到最后，其实话题都会落到一个非常古典的词上，能源当然能源在刚才提到的包括算力以及机器人的它的表现形式其实就是电其实无论是多先进的算法以及多智能机器人，本质上都是一个算力的表达，而算力背后的物理本质就是能源。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由 AI 驱动的对能源需求近乎无限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今年参加了很多的包括能源会议，以及和很多的顶级的这个投资人以及 AI 加能源的这个创业者进行交流。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就是说 AI 其实正在从根本上去商业化电力。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对于数据中心来说，电其实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成本项，而是一个具有特定属性的战略资源。他们愿意为满足3个标准的电力去付额外的溢价，这包括是绿色的然后必须是100%可靠的然后必须是现在就可得的所以简单总结，这个绿色可靠性溢价就是 Green, Reliable and Available。他们正在重塑整个能源的投资的版图首先我们现在来量化一下，就是这个需求到底有多大。在过去几十年，发达经济体的电力需求因为能效的提升一直在非常平稳的发展，甚至有所下滑的。但是 AI 正在打破这个长期趋势，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那些经济增长几十年首次导致电力需求的大规模的激增。高盛有一份研究指出到2030年，仅仅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就将增长160%。
这个预测其实非常保守的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更加激进认为专门用于 AI 的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在之后的10年可能会增长10倍以上这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单次 GPT 查询所需的电力其实就已经是传统谷歌搜索的10倍以上了所以这种需求的冲击催生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电力的去商品化。大型科技公司其实是为了愿意为那些满足刚才提到的3个特定指标的电力去支付每兆瓦时$20的溢价的。那这个绿色可靠性溢价就是去理解未来能源领域投资机会的钥匙所以您刚才讲到的说这个绿色可靠，然后即时可用的这样的绿色可靠溢价，那对我们投资来讲有没有一些是一个新的方向呢？包括是您最近正在看的一些的这个领域里边有没有您觉得说特别值得投资的一些事儿？对，就是在我的能源领域里面，我们发现有4个前沿的投资的领域或者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超越间歇性，我们需要全天候的清洁的集合的电力，因为数据中心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供电这没有办法去依靠间歇性的太阳能和风能去满足，即使加上储能，可能也只能满足大约可能70%到80%的这个需求，所以留下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可靠性的缺口。那填补这个缺口的这些很多技术，包括了这个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它的模块化、可扩展性和高安全性，其实非常适合和数据中心的这些中央园区协同部署像亚马逊微软，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开始和这个 SMR 开发商进行合作了。第二个呢，就是解决电网这个瓶颈投资于产子技术部署新能源增发电容量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技术，特别是在美国，主要是因为输电能力的缺乏和电网升级的这个缓慢。这个瓶颈其实是目前美国 AI 繁荣面临的最大风险像马斯克像 Sam Altman 其实已经无数次的提到过这个问题了。因此投资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产子的解决方案，其实会提供非常多的超额回报比如说通过传感器和软件，用非常小的这个成本可能提升现有容量的这个传输容量或者利用 AI 进行电网管理和需求侧响应能够实现这样一些功能的这些软件平台，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提供这些灵活性，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这个先进的电池储能系统随着大规模这个可再生能源电站的部署这个储能对于间歇性的管理以及为电网提供稳定性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我们预计全球锂电的储能市场可能到2030年就会达到1200亿到1500亿美元。所以大家最近也可以看到，就是相关的这个储能产业链公司，其实在二级市场上表现也非常好第四个可能就是务实，包括了可能更加现代化、更加灵活的传统能源，类似天然气尽管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焦点还是在清洁能源上面，但是数据中心部署的这个速度和规模，就意味着很多传统能源，比如说像天然气，它在短期内作为一个过渡能源和稳定电源，它在短期内其实是不可或缺的。高盛估计支持数据中心的这个新增的发电量将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6-4开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可能短期的3到5年内。所以这里的机会就在于说，数据中心会要求更加清洁的燃气发电，这为高效的循环燃气轮机以及整合了碳捕捉、节能减排，包括未来可能和清洁氢气混合使用的项目创造出绿色天然气，就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机会最后我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科技巨头正在从简单的这个电力购买者转变为能源项目的直接股权投资者和战略合作伙伴。他们巨大的这个资本开支紧迫的时间表和特定的需求，其实正在催生出新的合作模式。我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刚才提到的科技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 其实他们以前都是直接买电，但他们现在可能会直接投资于热电厂或者说核电站，对吧？所以这就为我们这样的风险资本创造出和这些企业共同投资的机会，从而降低了早期技术的风险，并提供了非常明确的这个规模化的路径。
对，就好像是这个买单，就是最后要为这事儿买单的这个人已经很明确了，并且他还愿意去花钱推动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对，所以他们也愿意投资具备这样技术的这些早期公司。对，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因为 AI 催生的这些这个能源市场的一些的这个机会，那提到这些呢，我们可能不得不提出就是特朗普提出的这个 Big Beautiful 大而美法案。对，那这个里面其实对一些新能源的这个冲击是这个比较大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这个马斯克也是因为这个彻底去跟这个特朗普翻脸了。那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看了能源赛道这么些年，您觉得这个是特朗普时期一个暂时的政策性的反复呢，还是美国以后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一直这样走下去了？对，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聊完了 AI 驱动这股强大的这个能源需求顺风啊，我们就聊聊另一面，就是说目前当前面对的这个强劲的政策逆风。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OBBA 法案的话，其实就是对拜登的这个 IRA 法案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格式化。最近马斯克和特朗普翻脸，其实也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法案所以这个冲突其实非常有象征意义。我的判断其实就是这个法案代表了一股强大但可能是暂时的政治逆流，但它同时呢正在对抗着一股更强大更持久的经济和技术浪潮。它在短期内会制造出一些巨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甚至扼杀了一些具体的项目，但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逆转美国能源转型的长期方向。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关键风险其实不是行业的终结，而是未来几年可能会产生的剧烈的政策波动。我们首先来解构一下，就是大而美法案它究竟想干什么？它的核心主旨其实就是系统性的去削减清洁能源的激励措施，同时大力的去推广化石燃料，和 IRA 的政策方向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我们简单来看，其实它就是把 IRA 法案的核心条款一条一条的反过来写。就我举例来说，就是风能和太阳能税收抵免IRA 给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政策预期，而大而美法案呢，就是简单画一条死线，就2027年之后投运的项目就都没有补贴了。这等于是在给项目的开发最需要确定性的时候，就是釜底抽薪。然后呢，在消费者最关心的这个电动汽车补贴上面呢 ，IRA 法案给了最高$7500的补贴非常大的刺激了这个这个市场的需求。而新法案呢，基本上在2025年之后就作废了这无疑是在给这正想加速的这个美国电动车市场其实踩了一脚急刹车。而更深层次的呢，就是它还动了整个市场的润滑剂。IRA 法案其实非常开创性的允许开发者直接去出售它的税收抵扣，它从而就盘活了整个市场的资金流动。而大而美法案呢，也要在2027年之后取消掉这一点，就逼着大家退回到过去那种复杂又低效的融资模式里去所以这对于那些中小开发商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致命的。所以最后呢，就说一退一进之间，其实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说 IRA 其实提高了在美国就是联邦土地上开发化石燃料的这个成本和费率，而大而美法案呢，其实直接降低了费率，这无疑是给化石燃料行业发了一个大红包。而刚提到了马斯克和特朗普的决裂，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本质呢，其实是对美国未来产业经济的一个代理人战争。特朗普的愿景就是植根于一种20世纪的这个经济模型，就是基础是化石燃料的开采，也就是他口中说的我们脚下的液体黄金。而马斯克的愿景呢，其实是代表了21世纪甚至是22世纪的这个模型，就是建立在电气化、软件和先进制造业之上。因为您刚才就是也跟我们讲了这个大而美和 RIA 之间的这个区别，我们看这个其实是一个颠覆性的这个逆风。那从您的这个角度去看，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政策逆风呢，还是说您判断说会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挫折就首先就是说存在美国是存在着一个不可抗拒的市场力量。我刚刚提到说了，就是说 AI 驱动这个电力需求几乎是一个强大的无党派的力量所以当这些科技大公司急需电力为他们的数据中心供电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排斥那些成本最低、部署最快的风能和太阳能的啊。虽然短期内你可能还需要这些传统能源，但从长期来看的话，这些成本最低、部署最快的这些能源还是会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二呢，是洪州本身的经济现实决定的，由 IRA 刺激的$6000亿的那些清洁能源的投资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流向了共和党投资的这些州。完全废除 IRA， 其实就意味着共和党自己的这个政治腹地啊，你就扼杀了就业和工厂。其实这会在他们本身内部催生出非常强大的这个反对力量啊。最后呢，就是州一级的这个领导力和法律障碍。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加州，它其实是有自己的清洁能源任务的啊，它还会持续的去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无论联邦政策如何啊。所以就是同时呢，在立法上你完全去废除 IRA， 其实也是极为困难的。未必能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任期内能够顺利的完成。对，所以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可以把美国的这个能源转型想象成一艘正在加速的这个巨轮。大而美法案呢，就像突然刮起的一阵台风啊，它可能会把甲板上的人吹得东倒西歪，甚至会打翻一些货物，让航行变得颠簸。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去改变这个巨轮的动能和惯性啊，因为这是驱动这艘船呢，其实是 AI 和数字经济这个强大而不可逆转的这个引擎。所以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呢，这意味着我们短期到中期的这个风险是急速增加的啊。政策的不确定性其实会直接的提高我们在很多清洁能源项目上的这个融资成本。一些短期内可能非常依赖政策支持的项目就可能会直接被扼杀了，但是这其实也为那些资本雄厚能够抵御波动的这些玩家，以及那些我刚才提到的商业模式不依赖补贴的这个技术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你如果把 AI 和能源这件事情拉长到一个更大的维度，比如说20年、30年甚至50年来看，其实这现在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风浪。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在未来几年，我们在风浪的过程中更加精准的去掌舵。那也非常感谢管博的时间。然后我们今天也聊到了很多的话题啊，包括是管博他提到的说，这个中美投资大分流的本质其实是不同环境下国家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策略。然后还有 AI 需要能源的这个支持，我们能源呢又需要技术的突破技术又需要投资和需求来去驱动它。那最后又讲到说，投资也需要在政策的风浪当中精准的去掌舵。那非常感谢管博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和感受，站在基金合伙人的高度以及中美对比的角度上，看到了很多投资机遇和趋势。那我们也希望呢，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一起投身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浪潮当中。